南海与西海交汇的偏僻地形，数重大阵之中，赵公明低头看着这2名西方教的圣人弟子，随手一抹平了海面上泛起的浩浩波涛。24颗定海神珠缓缓旋转，他面前那2名西方教的高手嘴角带血，气息震颤，却被定海神珠稳稳地定住，无法动弹。此刻这2个老道的面色十分的复杂，有惊恐，有无奈，当然最多的还是愤怒。第2次了，虽说这次是他们2个有意算计阐教黄龙道人在先，且借用了赵公明这般独到的算计之法，但是他们可一点都没有伤到黄龙道人啊，只是按照被碰的经历情景再现了一次。这赵公明不由分说，直接冲上来把他们胖揍一顿，损了他们数千年的道行，这梁子可是真的结下了。赵公明此时也是在抚须沉吟，刚才打得顺手，留力留少了，把这2个西方教的圣人弟子打得损了道行，亏了道义。这次倒是不怎么占理。侧旁那高高瘦瘦的道人向前行礼，目光中满是感动，口称多谢公明师弟解围，若非公明师弟现身，贫道当真不知该如何办了。赵公明干笑了一声，区小事，黄龙师兄不必介怀。这高瘦道人向前走了2步，看着面前这2名衣着朴素、满脸悲愤的西方老道，低声问：公明师弟，咱们现在该如何办？赵公明传声问：他们此前可是对师兄你动手了？这个并未。高瘦道人苦笑道：贫道刚从南海一处好友洞府回来，就遇到了他们2人。他们说有一件好宝贝请贫道观摩，怎料到了此地，他们2个互相起了争执，还打了起来。一人摔倒在地，口吐鲜血，像是受了重伤，另一人反倒看向贫道，说贫道为何伤了他师兄。贫道可是真的没动手，万万没动手，还出声劝他们不要这般狠斗啊。赵公明顿时皱眉，还玩出了新花样。不对，若是按这个套路，对方此时肯定暗藏了刘颖的宝物或者阵法，这个当真不好应付啊！赵公明突然脚下一软，动作流畅且自然，直接软倒在了3个人面前，哇的一声，口中就吐出了大片的血沫，面色惨白，气息颤颤，道韵阵阵。不管如何，先躺下再说。那2名被定海神珠封住的老道目中悲愤更盛，却是丝毫无法动弹。其实此时只要赵公明收起定海神珠，这2个西方教的高手半点狠话都不会撂，直接扭头就走人。此刻那高高瘦瘦的老道懵了，左看看右看看，对赵公明传声：公明师弟，要不贫道也躺下？别！赵公明不动声色，连忙传声：我在此地先稳住他们。师兄，你快去南海沿海随便找一家海神庙进去，找南海海神。等海神的化身现身，黄龙师兄你就将此地之事说与他听，求个解决之道。稍后我定会去找海神道谢的。这高瘦老道越发的糊涂了，但是听赵公明说的是情急意切，这位阐教12金仙之列的高手也并未多想，立刻施展神通，冲出此地大阵，朝着北面急射而去。这洪荒，时代变了。小琼峰上，李长寿正在心底感慨，师祖和忘情上人这破镜重圆的故事还真是难操作。不过这次的功夫也没有白费，虽然2个人还是没有互相吐露心意，但已经能够正常的交流了，最多2次就可以干柴烈火，其乐融融了。李长寿用仙识看了一眼已去小琼峰后山漫步的小师祖与忘情上人，心底起了失信，禁不住沉吟2声，
在心底吟诵道：本是一对鸳鸯鸟，吵架2次分居了，都是天仙好眷侣，却是傲娇对闷骚。哎呀，不错不错，有长进，还会押韵了。李长寿突听身后传来几声柔美的吟唱，却是郑抚琴的师妹灵娥轻启朱唇，随着她指尖与琴弦的点落，柔声唱道：落花影迟迟，倦鸟沉下雨，思君何年轻，惜我才长吟。李长寿瞥了他一眼，灵娥立刻停弦抿嘴，对师兄露出了一丝丝傻笑。我才没有暗示什么。文字经50遍。哦。灵娥顿时委屈巴巴，熊灵力已经跑去灵兽园喂灵兽了，此地的调调他当真是欣赏不来，也适应不了，怕自己睡过去的鼾声如雷打扰了他们，就跟没出门之前夜里经常会打扰自己爹娘一样。李长寿又关注了忘情上人和自家师祖一阵，忘情上人在他们2个人周遭布置了先例，李长寿也无法在不惊动忘情上人的前提下听到那边在说什么。正此时，几道身影鬼鬼祟祟从小琼峰山脚贴着树林上空驾云而来，为首的正是身高绝对不超过5尺的矮道人九乌。九乌的身后，九师、九鹿儿、九旗，还有一位将自己全身包裹在被子之中，只露一张小脸的九九。这般打扮，李长寿差点真没认出来。小师祖一回来，九九完全像是遇到了天敌，若非几个师姐师兄非要拉着他一起过来，他肯定不会走出自己那豪华大阵。这5位师兄弟姐妹一同摸到了湖边草屋前，李长寿已经是对九乌和九九传声，让他们装作在此地欣赏书画的样子。来小琼峰修行八卦之法，这自然是可以的，只要不吵到那边2位准备搞阴阳大道的就行。少顷，忘情上人的5位徒弟偷偷摸摸的进了画展迷阵，李长寿直接将迷阵关掉，让他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后山的情形。不多时，九乌低矮着身子悄悄到了李长寿面前，满是关切地问了一句：长寿啊，这边如何了？师伯问的何事？我家师傅跟你师祖呀，莫要跟师伯我装糊涂。九乌面对面用传声之法：他们已经重归于好了啊。这个我也不知，我只是一个小弟子，可不敢过问这些前辈高人的因缘之事。李长寿淡定地笑着传声反问：师伯，九字其他的师叔师伯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还能如何看待啊？我们是做弟子的，还能干涉师父之事不成？九乌笑了笑，继续传声：这自然是一件大喜事啊！我们很早之前就听大师姐说过不少次，师父有深爱的女子。师父很多时候都会一个人对着一幅画像发愣，那画像都已经没了彩墨，模糊不清了，师父还是不肯收掉。小九入门之后啊，被师父带着来这边几次，我们几个才知道师父心里所念的女子就是这位江师叔了。九乌话语一顿，嘿嘿笑了2声，传声问道：这要是真的成了，师侄你要送家师什么贺礼啊？李长寿笑道：弟子所善之事
也无非就是丹药酒水。九无顿时一阵挤眉弄眼。假师修为高深，这么多年洁身自好，哪里用得着那些东西？哦，李长寿眨眨眼，听师伯这话，似乎师伯并未洁身自好。哎，就是师伯，您别拔剑！九无浑然一惊，一步窜了出去，以迅雷之势径直地跳入了湖中。九无扭头一看，却见李长寿独自站在柳树之下，自家道侣正在10多丈之外，表面陪师弟师妹鉴赏画作，暗中悄悄观察后山的动静。九无瞪脸李长寿，眼中满是怨念。这矮道人灰溜溜地从湖水中钻了出来，震飞道袍上的水渍，跺跺脚，传声骂道：就知道坑你师伯我。李长寿淡定地看向天空，传声笑道：师伯您心底莫非有鬼？哎呦，难不成是去找那只被压在山门外的狐妖了？是，莫要平白无我清白。九湖双手揣在袖子中，没好气地骂道：我对你九师师伯，那是日月可见，天地可证，绝无二心。说点正事啊。长寿啊，我大师姐听闻江师叔在外有不少好友，你说这些人里面会不会有人就是这般说也不太好啊。我们做弟子的就是有些担心，会不会突然蹦出几个与师父争风吃醋之人，那样必会影响师父他修道的心境。师父渡劫在即，这般情形最好还是能避就避。李长寿正色道：此事稍后我会问师祖，师伯不必担心。九湖忙道：那就劳烦长寿师侄了。这也只是小事。李长寿传声：师伯，我也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但讲无妨。李长寿在怀中拿出了一卷书简，直接塞到了九无的怀中，低声道：这是给忘情师伯祖的一些小建议。我师祖终归是面薄，此事还是男方主动比较好。九无眼前一亮，不着痕迹的将书简收入了袖子中缝制的储物宝囊。两个人对视一眼，各自会心一笑。你们两个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九师在后面招呼一声：呜呜，过来了，看看这幅画如何？我想用灵石换走，拿回去装点在咱们房里。九湖答应一声，立刻溜了回去。李长寿却是朗声道：此地画作都是弟子平日里无聊时练笔之作，师伯师叔若是看上，自取便是。忘情上人的七弟子九奇在旁边笑道：这般水准还只是练笔之作，师侄，你可有大成的画作？拿出来给咱们开开眼界。李长寿顿时含笑摇头，一旁九湖笑道：七师弟，这个不要多问啊。长寿师侄的大成画作，你可千万看不得啊。九奇顿时来了兴致，追着九屋一阵的问询。李长寿在旁边倒是并未多说什么。其实九屋师伯所知的大成画作，不过是白眉老后图与白眉老了图，那不过算是小成之作。他现在还有劲儿更大的。毫无征兆的，李长寿的心底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呼喊：海神在吗？海神道友，可听得到啊？这喊声断断续续，信号十分的微弱。李长寿左手缩在袖子中，立刻掐指推算，一份神念循声而去，落在自己被呼喊的某座神像上。刚到这座神像，李长寿也是一愣，这并非是正版海神像，此地是一处沿海的渔村，供奉了一座泥像，泥像上面写了2个大字：海神。但这儿也算是自己收敛香火功德之地，这泥像也与自己有了关联。这般简单的泥像并不算入他此时23600多座神像之列，但是转念一想，能在这种地方直接惊动他这个海神本尊，
还将传声传入了自己心底，呼喊之人非同小可呀。李长寿用神念注视着泥像前这位有些面熟却又想不起在何处见过的道者，仔细地打量了对方一阵。此人身形高高瘦瘦，一身宽松的淡黄道袍，束着长剑的道簪，两只手掌如同蒲扇一般，总体的气质给人一种逍遥飘逸之感。他面容清奇，额头宽且长，双目修长，倒是与自家二教主敖乙的眼神有那么一些相似。且此人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威压，又有少许返璞归真之玄妙道韵，从修为而言绝对是一个高手。这老道拱手喊了一句：海神，海神您可听得到吗？是海神来了吗？一旁有一个挎着竹篮的凡人大婶凑巧路过，忍不住提醒道：你这老头真奇怪，怎么对着海神像乱喊嘞？我们这里只是请回来的小神像，你要是真想拜海神，去城里的大庙才中。多谢提醒，多谢提醒。这老道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转身就直接驾云朝着最近的大城而去。这路过的大婶禁不住吓了一跳，手腕上的竹篮落在地上，摔出了一地的老咸鱼。